你卖15块一斤，还好意思说便宜？钱我可以全退，但是肉1块都不能少。我亏本，把49块钱一斤的黑土猪肉，15块钱一斤卖给大家，大年29。邻居赵婶带着一群人围堵我，说我赚乡亲们的黑心钱。众人提着买回去的猪肉，要求我退差价。我说钱可以全额退，但是肉都得给我还回来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能不能买到比我家质量好还便宜的过年猪。我家养的黑土猪专门供给市里的肉场，平时根本不零卖，但为了让不富裕的乡亲们过年能吃点好肉，我每年过年都会亏本，把黑土猪肉卖给村里人。今年年关将近，大家都从我家买了肉，称重时我还给每个乡亲多割了2-3斤。可大年29早上，邻居赵婶突然带了一群人闯进我家院子，要求退货。大家手里的肉早已经不完整了，有的腌在盆里，有的包成了饺子，还有人端着煮好的饺子、炖好的肉过来。我刚走出屋门，就见赵婶叫嚷起来，说我明明说猪肉便宜卖，她上午去镇上打听了，猪肉最便宜的才7块钱一斤，你卖15块钱一斤啊，比人家足足贵了1倍多。我解释说今年猪肉整体都贵，让他再去打听打听，普通猪肉都16块一斤了，而且我这还是黑土猪，市场价都要40多一斤，我这个价格卖给大家已经亏很多钱了。没想到赵婶依旧不依不饶，说她早上看见陈麻子肉铺卖的猪肉才7块钱一斤，陈麻子肉铺出了名的卫生不合格，也向来短斤缺两，我自然清楚。说着，赵婶突然开始大倒苦水，你们瞧瞧这手裂得像树皮，血疤都是一层层的，大冬天天还没亮就下地，风里雪里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赚点钱容易吗？大家伙的情绪一下子被带动起来，人群逐渐躁动，有人喊着不吭声就等于默认，今天必须给个说法，别再拖了，逼得太狠了，咱就一条心，是谁的错就得给个交代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反问赵婶，您这样说太冤枉人了，那您说说，陈麻子肉铺卖的是什么样的猪肉？也是黑土猪吗？我早调查过，陈麻子肉铺确实有7块钱一斤的猪肉，但那肉已经轻微发臭，根本不能吃。7块钱一斤只是他揽客的噱头，没人会真的买发臭的肉。他家正常的普通猪肉要16块一斤，黑猪肉更是要50块一斤。赵婶被问得无言以对，旁边的周婶立刻站出来，满脸愤愤不平，说别管是什么猪肉，人家卖的就是比我家便宜，说我当初卖给乡亲们时可是保证过猪肉价格比普通猪肉便宜，这么多年大家信我，都买我家的猪肉，合着你在中间赚那么多差价，不知道赚了乡亲们多少不合适的钱。赵婶平时独自在家，我因为常回来看父亲，一有时间就去陪他聊天，还经常给他送肉。每次炖了猪肉包了饺子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。他身体不舒服，永远指望不上在外的孩子，都是我开车陪他去看病，可我没想到他竟会召集全村人来围攻我。看着往日和蔼的乡亲，此刻一个个满脸冷漠，满心算计，没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帮我说句话。我只觉得可笑，我卖给肉场49块一斤，卖给大家才15块，他们吃的时候满脸笑容，现在竟凭一个临时的坏肉招牌来找我问罪。我拧紧眉毛问，那大家现在想怎么办？人群突然安静下来，过了一会，周婶第一个开口，把差价退给我们。周婶家条件不好，几年前盖房请不起工人，我父亲请了好几个兄弟帮他们砌砖盖房，还欠下不少人情，花了很多钱，刚盖好房子时，周婶对我家感激不尽，现在却对我满眼仇恨。看着他恶狠狠的眼神，我知道父亲真的是帮错人了。好，钱我会退，全款退给大家。一听到这话，每个人脸上都是惊喜，人群立刻往院里挤，场面乱糟糟的。我喊住大家，大家别挤，钱可以退，但猪肉都得还回来。人群瞬间安静了，有人反驳，说我们都吃了，怎么还回来？又有人说我故意的，不想退差价，还编理由，说我心思太重，太歹毒。我伸出手掌，使劲拍了2下，让大家安静。我知道，大家都包饺子了，没关系，饺子炖肉还是腌肉，都退回来，有多少算多少，钱全退给大家。
现在都大年29了，还要上哪去买肉？每个人都一脸不情愿，因为他们都清楚，把肉退给我，就再也买不到比这更好的猪肉了。只是现在有带头的人不好罢手。这都大年29了，你让乡亲们没肉吃吗？赵婶，您说的什么话？怎么会没肉呢？您不刚说陈麻子家猪肉便宜吗？我记得他家年30还开。镇上一般腊月28就不再出摊卖肉了，但陈麻子家的猪肉平时卖不出去，就靠年底有人家猪肉不够，去他家买肉挣点钱。退就退，乡亲们，我去看过了，陈麻子家猪肉便宜，成色还好，看着新鲜，咱把猪肉退给他，去陈麻子肉铺买。大家都听赵婶的，回去取肉，一会拿着肉来退钱，人群散去。再来的时候，每个人拿的猪肉都比买的时候少了10来斤。赵婶，我记得你买了30斤，现在只剩10斤了。这才买了5、6天啊！我儿子不是回来了吗？吃得多？不是吧？您家之前买过年肉，都能吃到来年开春，怎么今年就吃得多了？因为赵婶的磨蹭，后面排队的人渐渐不乐意了，有人催他快点，全拿出来吧。大家排队排了这么久，累得慌。在众人的催促下，赵婶只好回去，把剩下的饺子还有腌肉都拿了过来，整整1大缸腌肉，这么多腌肉还有饺子，正好有3个大缸，一缸装肉菜，一缸装饺子，一缸装腌肉，生肉就直接放架子上。随后我一边记账退款，一边称重收肉。父亲刚从外面买了春联回来，进院子就惊呆了。念儿，这是咋了？爸，乡亲们说我卖给他们的猪肉贵，骗他们的钱，现在我给大家全额退款。父亲心肠软，说都这时候了，让大家上哪买肉去，却不知道他女儿刚刚被骂得有多难听。我安慰他，爸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赵婶能带大家买到肉。有人凑过来跟父亲说，不是故意找事，是赵婶去镇上看到陈麻子家猪肉才7块1斤，我却卖15块1斤，这不是赚黑心钱吗？陈麻子是什么人？他家的肉什么样？父亲心里一清二楚。这群乡亲拿陈麻子家的肉比价，摆明了看我们家平时好说话，故意找事。父亲摇了摇头，冲我说，退就退了吧。经过这么一闹，村里一半人家的猪肉都退了回来。我将这些肉和熟食整理打包，部分送给亲朋好友，一部分留着自己吃。至于饺子之类的，直接冻在外面慢慢煮着吃。而那些退了猪肉的人拿着钱跟着赵婶去了陈麻子肉铺，可刚走到肉铺门口，就有一股子怪味飘来，大家都不自觉捂住了口鼻。赵婶急忙打圆场，说镇上下水道不好，老有股怪味。众人这才稍微平复了些，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顾客。陈麻子激动地呛了水，咳嗽了好几声。大家快进来，随便挑。头顶的生鲜灯一开，那些猪肉看起来紫红紫红的，根本难以分辨真实颜色。有人问能不能把灯关了，根本看不清肉的颜色，可这些灯本就是为了遮住变质肉的颜色，陈麻子怎么可能关灯？他嘿嘿笑着说，是您不知道，我这铺子结构不好，照不进阳光，屋里太黑了。赵婶开口问，说看到有7块钱1斤的肉，肉在哪儿呢？他们就是要买便宜肉。那种肉已经不多了，您看看这些，全是今天现杀的猪肉。大家凑近看了看陈麻子说的这些猪肉，肥瘦相间的地方少，一大半都是肥肉。有人问多少钱1斤？京都29了，大家伙也都不容易，我可以给大家便宜点，1斤17块钱，我也少赚点。众人一听就炸了，说你家猪肉不是便宜吗？怎么这么贵？大家别激动，我家猪肉经过质检的，正宗家养土猪，今年肉价高，这已经很便宜了。陈麻子翻开猪肉，让大家看猪皮上的质检标。有人说别人新鲜黑土猪才卖15块1斤，你这普通土猪还要17块钱。您别开玩笑了。黑土猪怎么可能15块？我这也有黑土猪，50块1斤，您看看，
黑土猪比普通猪肉质好太多，吃起来也更香，这能比吗？说着就拿出刀准备割黑土猪肉。周婶吓得连连制止，大家在陈麻子肉铺看来看去，最便宜的就是17块1斤的普通猪肉。见众人只挑拣不买，陈麻子有些不悦。大家要买肉，我欢迎，但是如果不买，还请出去，别影响我做生意。有人问赵婶现在怎么办，说肉都退回去了，总不能过年没肉吧？我们现在就去找沈念，把退回去的肉再买回来。这次按他说的15块1斤，我们大家退一步，先把年过了，年后再跟他说理去。有人立刻不满，说这不是折腾人吗？也有人劝说别怪赵婶了，猪肉涨涨降降很正常，这不正好没有7块钱1斤的猪肉了。还有人说今天这事也怪沈念，他要是不赚，那差价我们能退货吗？众人没办法，只能跟着赵婶。离开陈麻子肉铺，再次来到我家。彼时我正在院子里挂彩纸和小灯笼，而这群人再也没有了当初来讨伐我的气势。沈念挂灯笼呢，这是？赵婶，您咋来了呀？沈念，我们刚刚想过了，大家都是街坊邻居，猪肉就差几块钱，我们还是买你家的猪肉。况且大家把那么多碎肉还你，你也不好再卖，是不是？赵婶，太可惜了，那些肉一收回来，我就送给亲戚朋友了。这才半天时间，你怎么就都送人了？有人急了，说你家养猪场里不是还有很多猪吗？赵婶最讨厌别人说他儿子是不孝子，他向来重男轻女，对儿子宝贝得很，天天在外人面前夸儿子，可他那2个儿子，除了向他要钱，平时根本不联系他。我说的都是事实，赵婶无力反驳，气得咬牙切齿，只能干瞪眼，死死盯着我，那眼神恨不得把我千刀万剐。想买肉就去找赵婶吧，赵婶有能耐，带大家买便宜的好肉，7块钱1斤呢，比我家便宜多了。天快黑了，大家都先回去吧。乡亲们被我厉声赶出院门，骂骂咧咧的声音渐渐淹没在冬日寒风里，院门口的青石板上还留着他们踩来的泥渍，混着霜雪，冻得发硬，像极了他们此刻凉薄又执拗的心。我站在台阶上，指尖攥得发白，指甲嵌进掌心，那点疼意才堪堪压下，心底翻涌的失望和委屈。我转身回屋，翻出手机里马厂长的号码，指尖悬在拨号键上，顿了许久。往年这个时候，我总想着把猪养得再壮些，肉质再好些，年后给马厂长送过去，能卖个更好的价钱，也能给乡亲们多留些过年肉。可如今看着空荡荡的院子，想着那些平日里笑着喊我念念，转头就因一句无稽之谈围堵我的乡亲，我只觉得累，只想快点清掉猪场里的一切，离这个地方远些。电话拨出去，2声就被接起，马厂长爽朗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：沈念啊，这年跟底下的咋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你那批黑土猪不是说养到开春，我还等着开春收你家的好肉呢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声音里的沙哑，尽量让语气显得平稳。马厂长实在对不住，临时变卦了，猪场里还有300头黑土猪，想全卖给您，您看今天能不能派车来拉？今天出了点事，闹得心里不安，夜长梦多，不如早点清了省心。马厂长愣了一下，大抵是听出了我语气里的不对劲，也没多追问，爽利应下。行，沈念你开口，我这边肯定安排，还是按之前说好的49块1斤，车到过磅前当场转，估摸2个小时，车队就能到你村口。麻烦您了，马厂长。道了谢，挂了电话。我走到猪场，看着栏里的黑土猪，一个个膘肥体壮，黑黝黝的皮毛油光水滑，平日里见了我总爱凑到围栏边哼哼叫，蹭我的手，可今天许是感受到了院子里的低气压，他们都蔫蔫地窝在角落，垂着脑袋。我蹲在围栏边，摸了摸一头最壮的猪，摸了摸它的耳朵，
这头猪还是我去年亲手抱回来的崽，如今长这么大了，心里竟有些舍不得。可转念一想，留着这些猪只会和乡亲们扯上纠葛，倒不如断得干净。2个小时后，马厂长的车队如约而至，3辆大卡车停在村口。当最后一头猪被装上卡车，猪场里瞬间空了，只剩下散落的稻草，空荡荡的食槽，往日里的热闹荡然无存。忙完这一切，已是夜里10点多。母亲早已做好了晚饭，简单的几道菜，一家人吃得沉默，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响，在安静的屋里格外清晰。回到房间，我躺在床上毫无睡意，脑子里一遍遍回放白天的画面。赵婶撸着胳膊哭诉自己赚钱不易，周婶在一旁煽风点火，乡亲们满脸冷漠地喊着要退差价，那些话像针一样一下下扎在心上。天刚蒙蒙亮，院子外就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，尖锐又凄厉，划破了清晨的宁静。我穿好衣服，慢悠悠地走出屋门。那些鸡浑身僵硬，鸡冠发紫，翅膀耷拉着，显然是中毒而亡。他一边拍着大腿哭嚎，一边扯着嗓子咒骂，声音大的半个村子都能听见。沈念，你个杀千刀的，你心怎么这么黑啊？竟然毒害我家的鸡，10几只鸡啊，我养了大半年，本想过年杀了顿肉的，你因为昨天的事怀恨在心，竟对我家的鸡下死手，大家伙都来看看啊，快来给我评评理啊！他的哭喊声像长了翅膀，很快就引来了不少乡亲，围在猪场门口指指点点。有人面露同情，劝着赵婶别太伤心；有人窃窃私语，眼神里满是怀疑。沈念也太过分了，不就是闹了点矛盾吗？怎么能下毒呢？赵婶养这些鸡不容易，一定要让他赔钱。我站在台阶上，看着赵婶那副撒泼打滚的样子，脸上没有丝毫波澜，也没有多余的辩解，而是掏出手机拨通了110。同志，我是沈家沟的沈念，我家猪场食槽边死了10几只鸡，有人说是我下的毒，现在围了不少人，麻烦你们过来调查。挂了电话，赵婶见我不仅不辩解，还直接报了警，哭得更卖力了，拍着胸口喊冤。同志快来啊，我被人欺负惨了，这沈念就是记恨我，昨天带乡亲们找他要说法，他半夜偷偷给我家鸡下药，他的心比锅底还黑。不到半个小时，警察赶到现场，一脸严肃地询问情况。赵婶立刻扑上去，拉住警察的胳膊，添油加醋地哭诉，把自己说成了受天大委屈的受害者，而我则成了心胸狭隘、心狠手辣的恶人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抹着眼泪，那演技倒像是真受了多大委屈。警察安抚了赵婶几句，转头看向我，我淡淡开口：是不是真的？查一查就知道了。同志，我想回去取个东西，能证明事情的真相。警察点了点头，跟着我进了屋。我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猪场的监控硬盘，递到2位警察手里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家猪场周围装了360度监控，没有一个死角，昨晚发生的事监控里拍得一清二楚。随后我跟着2位警察上了警车，一起去了镇上派出所。办公室里，警察把硬盘插进电脑，监控画面缓缓播放出来。画面显示，夜里11点03分，赵婶端着红色塑料桶，鬼鬼祟祟地出现在猪场门口。他左右张望了近10分钟，确定四下无人后，才走到食槽边，把桶里的液体全部倒了进去，又匆匆把桶藏在旁边的柴垛后溜出了猪场。画面清晰地拍下了他的脸，还有他投毒的全过程，无可辩驳。警察看完监控，脸色沉了下来。立刻开车把我送回了家。此时院门口还围满了乡亲，赵婶还在哭天抢地，看到警车送我回来，赵婶立刻迎了上去，拉着警察的手追问，是不是我干的，让警察把我抓起来赔他的鸡。警察拨开赵婶的手，声音严肃地宣布，调查已经清楚了，猪食槽里的农药是你自己倒的，
这些鸡也是吃了草里的东西才中毒死的，和沈念同志没有一点关系。我拿出手机，点开监控视频，直接发到了村里的微信群。视频不长，只有短短几分钟，把赵婶投毒的全过程拍得清清楚楚。微信群里瞬间炸开了锅，围在院门口的乡亲们也纷纷拿出手机看。视频看完后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看向赵婶，眼神里满是鄙夷和指责。周婶也默默低下了头，不敢再出声，生怕引火烧身。赵婶看着大家的眼神，又看了看我手机里的视频，脸色瞬间煞白，嘴唇哆嗦着，却说不出一句话。可她依旧不死心，双腿一弯就要往地上跪，一边跪一边喊：“我给你们跪下了，你们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鸡死在沈念的猪槽旁，他就得赔钱。不管怎么说，鸡是在他家门口死的，他脱不了干系。”他身子刚弯下去，就被警察紧紧拽住了。警察皱着眉呵斥他：“你别胡闹了，真相已经很清楚了，和沈念同志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要是再撒泼闹事，沈念同志可以告你寻衅滋事。”警察接着说：“到时候你不仅要赔礼道歉，还要承担法律责任。”说完，警察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询问。我笑着走到赵婶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她，眼神里没有丝毫温度。赵婶，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？你自己比谁都清楚。你哪是想让我赔鸡，你是想给我家猪下药吧？可你千算万算也算不到，我昨天已经把猪场里300头猪全卖给肉场了，猪场里早就空了，一头猪都没有了。我看着他的脸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你这叫什么？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最后害死了自己的鸡，纯属自作自受。”我顿了顿，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：“我念在邻里一场，你要是现在停止胡闹，乖乖回家，我可以不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要是你还想继续闹，那我们法庭上见。”赵婶被我说中了心思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愣了好一会儿，又被乡亲们指指点点。她再也没了刚才的嚣张气焰，悻悻地甩开手，抱起地上10几只死鸡，灰溜溜地回了家。走的时候还不忘狠狠瞪我一眼。可我只觉得他这副样子可笑又可悲。赵婶走后，乡亲们也觉得没趣，三三两两的散了。只是走之前，有人看我的眼神带着几分愧疚，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开口说一句道歉的话。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心里只剩漠然。人心就是这样，趋利避害，见风使舵，错了也不肯低头，这样的乡亲不值得我真心相待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村里传来一阵喧闹声，我站在院门口一看，只见乡亲们全聚在赵婶家门口，使劲敲着他家大铁门，喊着赵婶的名字，声音里满是愤怒和焦急。年30了，他们退了我的猪肉，跟着赵婶去陈麻子肉铺买肉，却没买到合适的，现在连过年的猪肉都没有了，只能来找赵婶讨公道。他们喊着让赵婶出来，说都是他说陈麻子家的肉便宜，让大伙退了沈念家的肉，现在连猪肉都买不到，必须给个说法。还有人急得直喊：年30了，家里连一点肉都没有，这年怎么过？让赵婶快点出来，带他们去买肉。赵婶躲在家里，死活不肯开门。他家的大铁门被敲得咚咚响，和远处传来的零星炮声交织在一起，难分彼此，听着格外讽刺。听着外面的炮声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今天已是年30了。往年的年30，院子里总是热热闹闹，父亲贴春联，母亲包饺子，我在一旁打下手。猪场里的猪哼哼叫，满院子都是年的味道。可今年却格外安静，只有我和父母3个人，还有空荡荡的猪场。父亲从屋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春联和福字，红底金字格外鲜艳。他冲我招了招手：念儿过来，跟我一起贴春联。我走过去，接过父亲手里的胶带和剪刀。父亲搬来梯子，靠在门框上，我扶着梯子，他站在上面，一点点把春联贴正。他的动作很慢，比往年慢了许多，手指抚过春联上的字，眼神却飘向远处的村子。那眼神里有不舍，有回忆，有留恋，还有一丝难以掩饰的失望。他在这个村子生活了一辈子，
守着这片土地，守着邻里情分。可如今这份情分却被撕得粉碎。我扶着梯子，看着父亲的背影，鼻子一酸，轻声问：爸，这次猪都卖了，你能同意年后和我一起去城里吗？父亲的动作顿了顿，沉默了几秒，缓缓点了点头。好。父亲又继续贴春联，可我能看到他的肩膀微微颤抖着。我知道父亲这辈子都守着这个村子，他一直不同意去城里，一是觉得养猪能回报乡亲，让大家伙过年能吃点好肉；二是舍不得这里的一草一木，舍不得那些他以为的乡里乡亲，怕是也被磨没了，这里也没那么值得留恋了。贴完春联，又挂了红灯笼，放了一挂鞭炮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驱散了些许冬日的寒意，也驱散了些许心底的阴霾。院子里红彤彤的一片，总算有了点年的味道。而另一边，赵婶终究还是躲不过去，被乡亲们堵在了家门口，最后只能硬着头皮带着大家又去了镇上的陈麻子肉铺。只是这一次，陈麻子更是坐地起价，平日里16块一斤的普通猪肉涨到了18块5，还全是肥多瘦少的边角料，甚至带着不少淋巴结。乡亲们看着那些猪肉，满脸不情愿。可年30了，别处的肉铺早就关了门，只能捏着鼻子买了。可刚走出肉铺，就有人发现肉的颜色不对，用手一捏，还黏糊糊的，这才知道，竟是存放了许久的不新鲜猪肉。他们折回去找陈麻子理论，却被陈麻子拿着宰肉刀对了回来。陈麻子的蛮横是镇上出了名的，乡亲们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，抱着一堆劣质猪肉，悻悻地回了村。没过多久，周婶就拎着一袋瓜子和几块糖来了我家，脸上堆着刻意的笑，进门就拉着我的手，唠唠叨叨说着家常，绕了半天才绕到猪肉上。沈念啊，你看这年30的，家里没点好肉，总觉得少点啥。你家猪场里肯定还有猪吧？你再杀几头卖给我们，多少钱一斤都行，我们绝不嫌贵。他的话说得格外讨好，可我看着他的脸，就想起他昨天在院子里煽风点火，想起父亲当初帮他家盖房，请了好几个兄弟帮忙，还欠下不少人情，可他却转头忘恩负义。我抽回手，淡淡开口，语气里没有丝毫温度。周婶，你别想了，要是以前10斤20斤，我送给你都行，我不敢卖给您啊，怕再卖出仇来，再被人堵着门要差价，我可受不起。周婶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嘴里还想说些什么，可看着我冰冷的眼神，终究是没说出口。他恼羞成怒，拎起桌上的瓜子和糖，黑着脸转身就走，连门都没关，那股子气急败坏溢于言表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没有丝毫波澜，有些情分断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晚上8点，年夜饭做好了，我和父母围坐在餐桌旁，桌上摆着满满一桌菜，炖得软烂的黑土猪肉，鲜美的鸡汤，金黄的炸鱼，还有一盘盘热腾腾的黑土猪肉饺子。饺子的馅是母亲亲手调的，鲜香味美。窗外的炮声此起彼伏，电视里放着春晚，欢声笑语不断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温馨又幸福。没有了外面的是非纷扰，只有一家人的平平安安，这才是过年该有的样子。吃着饺子，看着春晚，想着明年，家人能一直在一起，不用再分隔两地，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，不用再受这样的委屈，我心里就满是欢喜。父亲喝了一口酒，叹了口气，还是一家人在一起好。母亲点了点头，给我夹了一个饺子。吃吧，念儿，以后我们再也不回这村子了。晚饭后没多久，街上突然传来一阵叫嚷声，打破了夜晚的宁静。父亲起身去门外打听了一圈，回来告诉我是赵婶吃完饭后肚子疼，上吐下泻。可村里的人都因为白天的事记恨着他。没有一个人愿意出面帮忙。我听了心里没有丝毫波澜，只是淡淡对父亲说，该尽孝的是他儿子，不是我们。这么多年，他每次生病都是我半夜开车送他去医院，医药费都是我垫的，
可他呢，转头就带人来闹我。这样的人不值得我们帮。父亲愣了一下，看了看我，又想了想白天的事，最后点了点头，坐回沙发上，和我们一起继续看春晚嗑瓜子。窗外的炮声依旧，电视里的笑声依旧。我们的家温暖又安稳，和外面的鸡飞狗跳像是两个世界。大年初一，赵婶家的大门紧闭，听说她在医院待了一晚上都没回来。村里的乡亲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，都在传言赵婶是食物中毒了。怕是吃了陈麻子肉铺的坏肉，没人同情他，只有人暗暗嘀咕，说他是自作自受。春节过完初八，年的味道渐渐淡了。我在家收拾东西，准备过2天就和爸妈一起回城里。村里的小广场上，依旧有乡亲们聚在一起唠嗑。有人看到我，远远地招呼我过去，想着反正也没什么事，便把之前用退回来的黑土猪肉做的咸猪肉干装了一袋。去了小广场，咸猪肉干经过腌制晾晒烘烤，味道格外香。我把猪肉干放在石桌上，乡亲们纷纷拿起来尝了尝，一个个赞不绝口，脸上露出后悔的神色，都说沈念家的猪肉干也太好吃了，肉质紧致又有嚼劲，一点都不柴，香得很。有人感慨地说，这才是地道的黑土猪，比陈麻子家的烂肉强100倍。当初真是糊涂，怎么就听了赵婶的话，去退了沈念家的肉。说着说着，大家又开始大倒苦水，纷纷抱怨起了陈麻子肉铺的猪肉。有人说，在陈麻子那买的猪肉别提多难吃了，太腥了，肉上还全是淋巴，吃着都恶心。有人说家里孩子吃了一口就吐了，还有人说自己也是吃了那肉之后肚子总疼，拉了好几天，肚子真是遭罪。都怪赵婶好好的非得撺掇大家伙闹事，不然怎么会吃这么大的亏。大家七嘴八舌地抱怨着，指责着赵婶，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她身上。就在这时，赵婶也慢慢走到了小广场。她刚从医院回来，脸色依旧发白，眼窝深陷，还留下了食物中毒的后遗症，眼睛变成了斜视，看人的时候眼睛总是歪向一边，看着格外怪异。听说是因为后续康复费用太贵。他看到我也在，眼神躲闪了一下，最后又对着笑走到我面前，赶忙递给我一把瓜子和几块糖。沈念来，快吃点，瓜子和糖，新年好。那副样子，说不出的滑稽，也说不出的尴尬。我浅浅笑了一下，接过瓜子，没有说话，只是一边嗑着瓜子，一边听着大家的八卦，心里默然。人群里有人轻声问了赵婶一句，说你那天食物中毒，你家2个儿子没事吗？不是一起吃的饭吗？这话一出，大家立刻安静下来，纷纷附和说，对啊对啊，那晚看到他家2个儿子都出来了。村里最八卦的彩霞姐见状立刻招手，示意大家凑近，压低声音，神神秘秘地说，听说啊，赵婶疼儿子，舍不得吃好的。彩霞姐说，那天赵婶买了陈麻子家7块钱1斤的臭肉，他那俩儿子都那么大了，一点都不心疼他娘，连个手都不搭。最后还是邻居喊了救护车。彩霞姐的话像是一颗石子，投进了平静的湖面，众人立刻炸开了锅，纷纷议论起来。看向赵婶的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不屑。赵婶站在一旁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嘴唇哆嗦着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又有人说，你们听说了吗？赵婶昨天去陈麻子肉铺闹了。众人听了更是嗤之以鼻，这年头还有人靠食物中毒敲诈钱的，也只有赵婶能做得出来。下午赵婶就开始挨家挨户的通知街坊邻居去他家吃饭，说是自己大病初愈，要宴请大家沾沾喜气。明眼人都知道，他这是想趁机捞点红包，把花出去的住院费赚回来。他也来我家请我了，依旧是那副歪着眼睛的样子，对着我说话，眼睛却看着院外的电线杆。我不想去他家吃饭，也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牵扯。赵婶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今天还有事就不去了。这红包你拿着，
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赵婶一拿到红包，立刻喜笑颜开，连斜视的眼睛都像是亮了几分，根本不在意我去不去吃饭。接过红包就塞进口袋里，乐呵呵地说：沈念，你既然有事，就先忙你的事，红包我就收下了，谢谢啊。说完转身就走，连一句客气的话都没有，那副贪财的样子看得人心里作呕。可谁也没想到，第二天大家伙刚在赵婶家吃完饭，就全都上吐下泻。村里去吃饭的人无一例外全都食物中毒了，被紧急送到了镇上的医院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是赵婶为了省钱，也为了不浪费，把那天被自己毒死的10几只鸡偷偷处理了一下，拔了毛，洗了洗，做成手撕鸡端上了餐桌。那些鸡都是农药中毒而亡，肉里还残留着农药成分，吃了自然会中毒。还好，因为赵婶小气，怕大家吃多了，每个盘子里只放了一点点鸡肉，大家吃的都不多，所以中毒症状都不算太重，轻的住了3天就好了，重的也只住了1周。经此一事，大家才突然怀疑赵婶当初中毒，真的是因为陈麻子肉铺的猪肉吗？会不会是他早就吃了自己毒死的鸡，才食物中毒的？只是碍于邻里情面，没人敢当着赵婶的面说这些话，却早已在私底下悄悄传言，说赵婶根本就是故意食物中毒，去诈骗陈麻子肉铺的钱。出院后，乡亲们又一起跑去赵婶家，要求他赔偿医药费。可赵婶死活不承认是自家的鸡导致大家中毒，一口咬定是大家自己吃坏的东西。更何况那些鸡肉都被大家吃干净了，鸡的骨架子也被他当成柴火烧了，连一点证据都没有，大家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。从那以后，乡亲们对赵婶敬而远之，再也没人愿意和他来往，就连平日里和他走得近的几个人也都躲着他。赵婶一家子的名声在村里彻底臭了，赵婶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。而我走在街上，路过的乡亲都会主动和我打招呼，脸上堆着讨好的笑容，还会时不时地问一句：沈念明年什么时候卖过年猪啊？我们还等着买你家的黑土猪肉呢，下次回来一定给我们留点，多少钱都愿意出。我总是笑着回一句：看情况吧。他们不知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在这里卖黑土猪给乡亲们了。人心凉了，就再也捂不热了。我付出的真心被他们踩在脚下，摔得粉碎，再也拼不回来了。出发回城的那天，天朗气清，阳光正好，我和爸妈收拾好东西，装满了一车，都是当初留着自己吃的。我便挨家挨户把猪肉分给了当初没有跟着赵婶闹事的乡亲们。这些乡亲心里明事理，知道我是真心为大家好，当初也想站出来帮我说话，只是碍于情面不敢而已。大家伙接过猪肉都十分感谢我，拉着我的手不停道谢，说我真是个好孩子。这黑土猪肉太香了，亲戚朋友吃了都赞不绝口，还说这么好吃的黑土猪肉在城里要50多一斤才买到。沈念委屈你了，村里这些人太糊涂了。和他寒暄了几句，便转身离开了，没有回头，也没有留恋，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已经不值得了。车子开出村子的那一刻，我看着窗外渐渐远去的村庄，心里释然了。曾经我想着自己有钱了就回来养点猪，既能增加几个工作岗位，让村里的人有活干，过年还能让大家伙吃点好肉，也算是为建设家乡出一份力。可我没想到，这些人因为别人的一句挑唆，就跟着来我家闹事，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我。我每天想的是怎么帮帮乡亲们，让他们过得好一点，而他们想的就是怎么多占一点我家的便宜，还觉得凭什么你那么富还要赚我们的钱。他们明知道黑土猪哪怕最便宜的成本价都要30多一斤，我每次都是亏本卖给他们，可竟还有那么多人不知足，那么多人忘恩负义。不过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。带爸妈进城后，我在城郊买了一套带大后院的别墅，院子很大，爸妈在后院种了很多蔬菜和花草，
绿油油的青菜，红彤彤的番茄，娇艳的月季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风景，看着格外舒心。虽然这里没有乡下的乡亲多，但小区里的邻里关系十分融洽，还有很多老年活动中心。父亲每天都会去学太极，认识了志同道合的大爷，经常和他们一起下象棋、喝茶聊家常，日子过得十分惬意。母亲也加入了小区的广场舞小队，每天晚上和阿姨们一起跳广场舞，还认识了很多好朋友，平日里互相串门，聊美食和养花的心得。母亲常把自己在后院种的新鲜蔬菜送给邻居，邻居也会把自己包的饺子、做的糕点、熬的粥分给母亲，一来二去，关系越来越近。看着爸妈每天乐呵呵的，脸上笑容越来越多，眼角的皱纹都舒展了不少，身体也越来越硬朗。真后悔没有早点坚持把他们接来城里，没有了邻里的勾心斗角，没有了那些是非纷扰，还能天天锻炼身体，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聊天玩耍。爸妈看起来都年轻了好几岁，而我也不用每周驱车几百公里回乡下看他们了，不用再为猪场的事操心，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，没有了黑土猪场分散我的精力，我把更多的心思投入到了自己的公司中，每天认真工作，和团队一起制定计划，拓展业务，优化产品，公司发展越来越好，业绩一路飙升，又是年关将近，公司的营业额相比去年增长了 50%。我心里十分高兴，给每一位员工都发了双倍的奖金，还准备了丰厚的年货，里面有水果坚果，还有我特意让人做的黑土猪肉干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工作积极性也更高了。工作结束后，我带着爸妈去商场买了很多年货，城里的商场琳琅满目，什么都有，糖果点心、春联灯笼，不用像在乡下那样跑好几个集市才能买齐。准备年货方便了很多，和以前一样，父亲最在意的还是春联。他在商场里挑了很久，选了一幅大红的春联，还有几个烫金的福字和大红灯笼，嘴里念叨着：贴春联能辟邪除灾，迎祥纳福，这才是过年的味道。我笑着陪他挑，看着他开心的样子，心里满是温柔。原来真正的年味不是热闹的人群，不是繁多的礼品，而是一家人在一起，平平安安，远离是非，满心欢喜。这几天我的手机响个不停，接到很多电话，都是村里乡亲打来的，带着小心翼翼的期盼，都是来问过年猪的事。有人问今年还回村里卖黑土猪吗？说都等着买我家的肉。有人问能不能回去一趟，给他们留点黑土猪肉，说孩子就想吃我家猪肉，别的肉都不爱吃。我只是淡淡回应，说自己工作忙，没时间回去，便挂了电话。在一个个买猪肉的电话中，插进来一个陌生的电话，对方的声音带着几分谄媚。沈念你好，我是赵家屯的赵有才，想跟你商量点事，我想买你家的养猪场，你看多少钱合适？我诚心买，价格好商量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我知道赵有才是赵婶的表外甥，他买养猪场也想靠卖猪肉赚点钱，可是他不知道做买卖靠的不是耍小聪明，不是短斤缺两，而是诚信，而这一点他们家的人永远不懂。和爸妈商量过后，我便把养猪场按市场价卖给了他，断了和那个村子最后的一点联系。不久后，我从村里一个亲戚那里听到了传言，赵有才在村里养起了猪，而赵婶则天天挨家挨户上门，给乡亲们推销猪肉，还硬拉着大家伙去赵有才家买过年猪肉。几次下来，大家都被他缠烦了，只能象征性的去赵有才家买点肉，可回去一称，每块肉都少了几斤。短斤缺两的情况十分严重，乡亲们去找赵有才理论，可他却死不承认，还倒打一耙，说是大家回去后偷偷切掉了一块肉，故意来他这里闹事。赵有才和赵婶一样，都是蛮横不讲理的人，面对这样的人，乡亲们毫无办法，最后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。随着赵有才的名声在村里越来越臭，我的名声反倒越来越好，大家开始越来越怀念我。卖过年猪的时候，我卖的猪肉紧致鲜嫩，口感极好，
而且每次称重都会给乡亲们多切2-3斤，从来不会短斤缺两，还会把肥瘦均匀的肉留给老人和孩子。只是那些日子已经彻底结束了。以后再也不会有15块钱一斤的黑土猪了，再也不会有那个掏心掏肺对待乡亲的沈念了。而我和爸妈正坐在暖暖和和的家里，吃着丰盛的年夜饭，看着春晚，窗外的炮声阵阵，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，屋里的笑声不断，父亲喝着酒，和我聊着公司的事，母亲给我们夹着菜，说着小区里的趣事，远离了那些泼皮无赖，远离了那些是非纷扰，我的年过得舒心又惬意，我的年过得舒心又惬意。